女孩刚要下地铁，却在旁边座位上发现了一个价值不菲的手提包。她见四下无人，拿起包迅速走出地铁。可打开一看，里面除了一张身份证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是失主故意放进去的吗？于是第二天，女孩就根据证件上的地址找到失主，把包还给了他。但失主好像并不是很在意这个包，而是一个劲的邀请女孩去屋里喝咖啡。女孩虽然有些疑惑，但还是鬼使神差的走了进去。可她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梅姨的圈套。她告诉女孩，自己的丈夫去世了，女儿又在巴黎读书，一个人住着偌大的别墅，很是孤独。女孩听后感触颇深，因为她的母亲也才去世，独自一人在外国打拼，时常也会感到孤独。他们越聊越投机，互相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从这之后，他们经常一起逛街，一起吃饭，感情迅速升温。女孩在梅姨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，而对梅姨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她钓鱼的套路。这天，梅姨邀请女孩去她家吃晚饭，女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闺蜜见她最近出入频繁，于是好心的告诫她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，但女孩就是不听，坚持要去赴约。晚餐时间，梅姨让女孩去柜子中拿一下蜡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当女孩打开柜子，竟然发现里面全是她在地铁上捡到的同款手提包，而每个包内都有一张身份证，标签上还记录着每个人的名字，并且自己也在其中。女孩感觉自己被骗了，于是谎称自己头痛，迅速离开了梅姨家。此时她才想起和梅姨相识以来闺蜜的各种提醒，她决定不再和梅姨联系，而梅姨每天不是发短信，就是打电话骚扰她，后来更是直接找到女孩工作的餐厅，当面问她为什么突然不理自己了。女孩告诉他，你柜子里的包我全看见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？说完直接转身离开，但她不知道梅姨的变态计划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女人真变态，她把自己的身份证放进包内，然后故意把包丢在地铁的座位上，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善良的女孩捡到包，把包还给她时，再和女孩成为朋友。等到一切成熟后，就对女孩做一些变态的事。但好在阿莲及时发现了她的阴谋，她警告梅姨不要再纠缠自己，还让梅姨有多远格纹滚多远。然而有着变态心理的梅姨，怎么可能让急需关爱的女孩逃出自己的魔掌呢？他先是给阿莲送花，还留言说自己正在输液，输的是想你的液。但阿莲并不吃这一套，于是梅姨就站在阿莲工作的餐厅外，像个木偶一样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阿莲害怕极了，她找到警察，可警察也没办法，因为这是公共场合，更何况梅姨并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。无奈的阿莲只能每天躲着他。直到这天，阿莲刚走出电梯，梅姨就在后面叫住了她，吓得阿莲跳了3跳。她忍无可忍，对着梅姨破口大骂。可梅姨不但不生气，还一脸得意地走到阿莲面前，把口香糖吐到了她头发上，这让阿莲彻底崩溃。她决定调查这个变态。趁着梅姨外出，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封梅姨写给女儿的信。她尝试打给信件上的电话，可接电话的并不是梅姨女儿，而是她女儿的心理医生。阿莲从她口中得知，梅姨的女儿4年前就自杀了，原因竟是梅姨经常把她关在一个木箱子里折磨她。阿莲害怕梅姨再来找自己，于是赶紧找到闺蜜。最终两人商量出对策，决定让阿莲假装跟梅姨和好，然后骗她说自己要去外地旅游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梅姨找不到阿莲，肯定会寻找下一个目标，但他们太小看梅姨了。阿莲刚跟她说完，梅姨就看穿了这个小把戏，于是梅姨趁着阿莲闺蜜不在家，偷偷潜进去迷晕了阿莲，最后把她拖回家后关进了一个木箱子里。女孩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木箱子里，她疯狂寻找着出口，可门窗早已被变态封死。这时，她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学生卡，估计上面这个女孩已经遇害。她吓得拿起椅子开始砸门，可外面的梅姨根本不搭理她，还用女孩的手机分别给她闺蜜和父亲发去旅游的照片，让他们误以为阿莲真的去旅游了。几天后，父亲联系不上女儿，于是来到闺蜜家找她，两人这才意识到不对。父亲连忙花巨资请了名私家侦探，让他帮忙寻找阿莲，要不说花了钱的就是好。很快他就查到了梅姨家，梅姨热情地将他请了进去。阿莲听到两人的对话声，立马开始摇床制造声响，这果然引起了侦探的注意。当他想要移开钢琴查看时，梅姨踮着脚快速跑了过来，一针将他扎晕过去。接着梅姨拿起他的手枪。做完这些，变态的梅姨还不忘来上一段舞蹈。听到枪声的阿莲彻底绝望，而梅姨好像放弃了他，再次来到地铁上寻找新的目标，还是同样的方法。这次捡到包的是一个棕色短发女孩，她和阿莲一样单纯，第一时间就把包还给了梅姨。梅姨看着她很是满意，两人边喝咖啡边聊天。突然，梅姨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这时女孩摘下头套，原来是阿莲的闺蜜，她刚刚在梅姨的咖啡里下了药，梅姨很快晕了过去。阿莲听到闺蜜的声音，更加卖力的挣扎，闺蜜循着声音找到了阿莲，她终于得救了。最后两人把梅姨关进了木箱子里，等待警察的到来。最后我想说，如果要是在外面捡到东西，一定要交给警察叔叔，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更要保护好自己。